正如何旭所说的那样，我和我妈一样，靠相似的手段上位，低贱不堪，怎么配得到真爱呢？可是当我抽身离开的时候，他却舍不得了。何旭，破镜是不能重圆的，而真正打碎这块镜子的是你。宋喜，快收拾你的东西，有人要来接我们回家。我妈还穿着陪侍服，刚进门就冲我嚷嚷，看起来她今天很开心。我向来都是听我妈的，边收拾着东西边好奇地问她：妈，是爸爸回来了吗？你那不靠谱的死老头你就别指望了。不过你妈我找到了个好人家。我叹了口气。在我小学的时候，我爸妈就离婚了。我爸嫌弃我妈没文凭没能力，我妈嫌我爸赚不够钱。我妈确实见识短浅，不过从年轻时候开始，她就是个多才多艺、风情万种的女人，所以桃花运从来没断过。离婚以后，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去酒吧做了服饰小姐。这么些年来，看惯了纸醉金迷，小市民气息更重了。她早就不信爱情了，她只信钱。所以她在酒吧勾搭上了何秋明，何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一个只手遮天的男人。何秋明有妻子和儿子，不过可惜的是，他妻子身体一直不好，前不久刚去世。我妈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带着我进了何家。一进门，何家少爷何旭就把花瓶砸在地上，腾起的陶瓷碎片划伤了我的脚踝。我忍痛往我妈身后缩了缩。你有心吗，何秋明？我妈刚走，你就叫这两个女的进我家，你想让我妈永世不能瞑目吗？混账！谁让你喊我名字的？何旭被何秋明狠狠扇了一耳光，负气转身上了楼，关门声震天响。吓着了吧？这孩子从小被宠坏了。不过他妈妈刚过世，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。我妈赶紧上前挽着何秋明的手臂，你能收留我们娘俩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夫人刚离世，这些规矩我们还是懂的。何秋明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妈，我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的。是宋喜对吧？听说你也刚上高中，何旭带你一级，正好把你调来和他一个高中，以后在学校让他多照顾着你。何秋明怀里抱着我妈，转过来看着我。好，谢谢您。我和我妈睡在一个房间，早上6点我们就起了。我妈拉着我说要给他们做早餐。可能是锅碗瓢盆碰撞的清脆声挺扰人，我看到何旭一身戾气地揉着眼睛下楼。大清早的，吵什么？我妈马上放下东西，不好意思呀，小旭，我想着早起给你和你爸做早餐呢。我爸是找了俩保姆来吗？还有，别这么叫我，恶心。何旭走后，我妈逮着机会说教了我一通，说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靠手段攀附权贵，一辈子都得低声下气的。最终只有何秋明吃了我妈做的早餐，何旭直接坐上车去学校了，并且强调我不能坐他的车。我本来也不习惯坐豪车，索性骑着我那辆从小骑到大的自行车，那是我爸留给我唯一的念想。我刚转学过来，还没领到校服，衣服款式有点旧，从进门就听到有人在小声议论我。这就是新来的转校生？不是说是何旭他爸托关系送进来的吗？怎么是个土包子啊？估计是他爸的新情人吧。顺带沾光的，好像谁都知道，何秋明是个浪荡子。我上楼梯的时候，看到何旭靠在走廊的墙边，和他的同学在聊天。有一个女孩走了过来，和他打招呼，他和善地冲人家笑了笑。原来他笑起来这么温柔阳光，那个女孩大概是他喜欢的人吧。他看到我翻了个白眼，我也就没触他的眉头，径直往上接着爬楼。大家好，我是宋喜，我没什么兴趣爱好，但是很希望能交到朋友，大家多多关照。台下一群人仿佛在看我笑话似的，那种眼神和何旭眼里的厌恶很相似。事实上，他们所谓的照顾就是往我桌厢塞垃圾，在我文具袋里倒粉笔灰，在我的书上画猪头，还有在我路过操场时不小心把篮球往我身上砸。有一次砸得特别狠，我都预感我脸得青，结果一个男生伸手帮我挡下了。一次就当你们不小心，2次就太过了，老弟。欺负女生算怎么个事儿？他拎着我的书包走在前面，高大身躯投下的影子把我整个人罩住。我叫方寻，9班的，就在你隔壁，以后有人欺负你就找我，我罩着你。谢谢，不过你还是不要和我扯上关系比较好。他停住，转过头看我，宋喜，你不是无坚不摧的存在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得不扛。我背着书包回家，进院子时抬头正好看见何旭站在2楼的窗台边发呆。顺着他眼神的方向看去，我看到了一丛紫色洋桔梗。他突然看到了我，随后拉上了窗帘。
今晚何秋明有事没有回家，我妈又下厨了。何旭一直待在房间里，怎么叫都不应。饭后，我妈硬是让我给何旭送一盘水果笼络关系。我在他房门口踌躇不决，不敢敲门。何旭突然开门出来，差点撞翻果盘。他很不爽，你有事？我递上果盘，哥，我妈让我给你送点水果，你学习辛苦了。别在这乱认亲戚，我不会接受你和你妈的。他没接，我只能端着水果到走廊赶紧把它解决。何旭在学校很受欢迎，成绩好，家境好，长相更好。不过大家都默认了他和他们班班花李思冉是一对，所以其他女生都很懂规矩的默默喜欢他。李思冉就是唯一能让何旭笑的那个女生。她是体育部的部长，我正好加入了体育部。她是个很好的女生，活泼开朗，温柔善良，她站在那就是天使的存在。她也是唯一一个对我示好的女生。喜喜，你以后就负责高二一班课间操和演操的监督工作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哦。高二一班，何旭和李思冉在的班。至此，何旭天天都能看见我，但是他一到做演操就趴着睡觉，课间操偶尔来一两次，来了也不好好做，每次结束都被李思冉留下数落一通。何旭，你能不能好好做操？回我们班都因为你扣分。他看着他痞笑，你教我呀。我不会，然后两人一前一后的打闹着回了教室。没过多久，校运动会开始了，体育部因为这事忙坏了。校运会要开2天，体育部作为举办方负责场地疏导工作，还有统计各班加分、校运会记录等工作。我被分来做检录员。第一天早上，开幕式结束后就是短跑，我看到了何旭过来检录100米。我递给他衣服和牌子，他接过后转身和李思冉聊起了天。李思冉是过来给他加油的。阳光下，他就是最闪亮的焦点。枪声响起，犹如离弦的箭，周围全是尖叫呼喊声。毫不意外的，何旭是第一，再次刷新100米校纪录。上一个纪录也是他的。下午跳高也有他，一个帅气的背跃式，不知道又斩获了多少迷妹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看到他在准备3000米。那场好多陪跑的，还有个人举着一班班旗在摇旗助威，真好，很羡慕。不像我，跑800的时候都没人喊加油，800还是被逼着跑的。不对，好像有一个人在给我加油，不过跑太快没看清。我也拿了第一，虽然就差0.1秒破校纪录，但是没人觉得这是值得庆祝的。李思冉跑1500的时候，何旭也在陪跑。过终点的时候，他直接扑进了他怀里。何旭揉了揉他的头，恭喜我们的第1名啊，不过比我还是差点。你不调侃我会死吗？这不是夸你呢吗？高一下的时候我们举行了班级篮球赛，也是高2升高3前最后的活动了。何旭好像是体育全能，他是队里的前锋，好多球都是他进的。中途休整时间是啦啦操表演，李思冉作为队长站在 C 位，面对着何旭跳舞。我听见周围都在议论他俩，何旭眼睛都看直了，哎呀，好甜！何旭耳朵都红了，哈哈哈！我怎么感觉何旭有点吃醋啊？思冉刚下场，何旭就把外套扔给他了，磕死我了！人人都以为高中毕业他俩就会在一起，可是他们分开了，只有我知道原因。何旭为了填志愿的事，还和何秋明大吵了好几次，就因为一个女生。你要去那个学校吗？外语学校怎么了？照样是211。你这成绩上得了最好的985，去什么211？你疯了何旭？你管得真宽，为了改何旭的志愿，何秋明甚至还让我去偷何旭的准考证。最后，何旭看着手上那张录取通知书，狠狠地砸在我脸上。宋喜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拆散我家，又来拆散我的感情。不愧是街景小市民，就喜欢干些偷鸡摸狗的龌龊事，和你妈一样。何旭和李思冉错过了，拜我所赐。何旭被留在了北京，而李思冉去了上海。李思冉刚入学就谈了恋爱，何旭看到官宣文案，直接逃了1天课，在酒吧从早喝到晚。何秋明让我去接他回家。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失态，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心那么痛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喜欢上了何旭，他太优秀了，每一项都是我理想的样子。不过，他永远也不可能喜欢我。很巧的，我也考到了李思冉所在的大学。何旭第一次主动找我，帮我把这个给李思冉，我给了。李思冉看完以后哭了，哭完又笑了笑。喜喜，我和何旭没有未来，我左右不了他，他也不能控制我。
麻烦你帮我给他带句话，我现在很幸福，以后也会一直幸福，让他不要等我了。但是何旭不信，你是不是添油加醋，偷换概念，又说了什么别的？我知道他不会信我，直接把录音发给了他。何旭在大学拒绝了所有爱慕者的追求，单身4年。他毕业直接接管了何氏集团，雷厉风行，颇有何秋明的几分狠厉。这些年，我妈和何秋明关系一直很好，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。我从大3开始出国留学3年，回来整个气质都变了，周围的圈子也跟着提升了好几个档次。本来我和何旭一直相安无事，直到我妈突然提到何旭到了适婚年龄，却一直没有谈恋爱，相亲又亏待了他，不如和我这个毫无血缘关系但又信得过的人结婚。本来何秋明是想拒绝的，毕竟我出身低下，但是这些年我在国外声名鹊起，发表了无数外文周刊和学术论文，他又觉得我配了。何旭肯定不同意，两人直接闹到了何旭母亲的墓前，何秋明按着他头才终于答应。就这样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机缘巧合，我和喜欢了7年、可望不可及的人结婚了。不过结婚以后，何旭就没怎么回过家，每次回家也就是待几分钟，拿个东西就走。我们从来没有同床共枕过。有一天，我醒来，隐约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还以为大清早家里进贼了。我蹑手蹑脚地拿着棍子扒着门缝看，却看到何旭在花园里种花，又是紫色洋桔梗。我上网查了查，他的花语是永恒而无望的爱。原来他还是放不下李思冉。我穿着单薄的睡裙，吹了会风，没忍住打了个喷嚏。他转头看我拿着根棍，你又发什么疯？我揉了揉鼻子，我以为进贼了。他走过来把门大敞开，不用急，我马上就走。我大着胆子拉住了他的袖子，他厌恶地甩开手。何旭，可以留下来吃顿饭再走吗？为了给他做一顿饭，我学了整整1个月，可是他一次机会也没给我。没空，他上楼去换衣服，我就站在门口发呆，感觉不到冷似的。他路过瞥了我一眼，还这么站着吹风，想家里全是你的病毒吗？我回个神来，冲他笑了笑，你晚上回来吗？我看见他有几秒走神，语气缓和了点。再说，晚上我做了7、8个菜，还点上蜡烛，今天正好是我们结婚1个月的日子。可是我等啊等，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，还是没等到何旭回家。我不敢打电话问他，只能等到凌晨3点，我趴在饭桌上睡着了。第二天我是被冷醒的，看着一桌子的菜，倒掉很可惜，所以我又再热了一次，将就着吃，有点馊味，但还好，以前再馊的都吃过。我听到开门声，你这吃的什么呀？昨天晚上做了饭菜，以为你要回来，到了有点可惜，也还能将就吃。家里不缺这些，赶紧倒了，一股臭味，我突然觉得胃一阵抽痛，捂着肚子蹲在地上。让你别吃，多的是，都来了。他准备扶我，电话突然响了。他接了电话以后，神色凝重，又略有些欣喜。等会让张叔送你去医院看看，我先回公司了。我疼得坐在地上，看着何旭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他走得很急，路过院门口，带动着花都摇了摇。我一个人坐公交去了医院。医生说我这是慢性胃炎，小时候老是吃不好，胃早就坏了，加上今早吃了隔夜饭，一刺激就开始痛。刚从诊室出来，我迎面撞上一个瘦瘦高高的人，他盯着我看了好久。宋喜，我这才注意到，面前穿着白大褂、风度翩翩的人，是当年帮我挡下球、闻名全校的9班校霸方寻。好久不见，你都当上医生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真讽刺，一个素未谋面的人都比所谓的丈夫、家人更关心我。没事，老毛病了，吃点药就好。我准备走，他轻轻拉住我，你等等，我马上到午休时间了，一会一起吃个中午饭。我就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，过一会就拿出手机看看，希望何旭能给我发哪怕一句3个字的问话。可惜什么都没有。1个月来，我和他没有通过一次电话，微信也仅仅只有10行，其中有7行都是我发的。走吧，带你吃点养胃的。吃饭期间，方寻聊到了我和何旭的婚姻，真没想到你俩最后会结婚，可惜了，我以为他也是在怪我拆散了何旭和李思冉。他对你还好吧？我咬着筷子头，不太自在。挺好的。我刚刚看了你的病历，你胃病怎么那么严重？可能从小时候就吃坏了吧。你加我微信，我给你设计一套饮食计划，你照着上面调养一段时间会慢慢变好的。慢性胃炎一定要重视，它欲言又止。我懂，不过就是发展成胃癌吗？
吃完饭，方寻要回去带诊，我就近挑了个商场进去逛逛。没想到看见了何旭和李思冉，他俩倒是没有过于亲密的举动，不过何旭看他的眼神一如既往的怜惜。我躲了起来，偷偷跟着他们。他们一起挑衣服，李思冉试了一件又一件。何旭明明那么忙，却并没有催促他，每看到他换一身衣服，就会笑着夸好看。试完衣服，他们去抓娃娃，又去看电影。明明不是情侣的两人，做的事却渐渐都那么亲密。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觉得自己是那么可笑而可恶。身心俱疲地回到家，我躺下就睡了。听到开门声又惊醒过来，我跑下楼，看到何旭进来。今天医生怎么说？原来他还记着。没什么，就是吃坏肚子了。下次动作不要那么夸张。我愣住了，他以为我是在装痛吗？正在这时，我妈打电话让我俩回家吃饭。我不去了，你替我去吧。你今天很累吗？想起白天商场的事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我哪天不累？何旭，我们结婚到现在还没有一起，委屈你了。你一天待在家里过着富太太的生活不满意？我每天待在家里是在准备翻译材料。哦，何旭，你陪我一次吧，就一次。最终何旭和我一起回家了，但是他仍然不让我坐他的车，我打车过去的，在门口下车和他一起走进去。我妈一看到何旭就满脸堆笑，回来了，快坐下歇会，准备吃饭了。宋喜，过来帮忙。一进厨房，我妈就拉上门问我，你最近和何旭相处的怎么样？有没有那个？我妈急切地想让我怀上何旭的孩子。不急，他最近工作忙，每天都应酬到很晚，才刚结婚呢，就这么护着他。我苦涩地笑了笑。何旭出差了，和李思冉一起。我最近频繁地刷到何旭的新动态，早茶、泛舟，与家人共赏雅俗，他毫不避讳地和李思冉的同框，甚至都懒得屏蔽我。方寻给我发消息，何旭这朋友圈是他和李思冉一起出差。你不问问什么情况？你俩也真行，一对夫妻各过各的，一个潇洒恣意，一个漠不关心。我也想和他好好过。我看向门口的洋桔梗，总觉得有些单调。我买了些向日葵栽在周围，我一直就喜欢向日葵，逆境生长，向阳而生。花园那些破花是你弄的？隔天一大清早，我就被何旭从被子里拽起来质问。他拉着我到了花园，向日葵开得正好，但是遮挡了洋桔梗的阳光，那些小紫花好像有点脆弱，显现出枯萎的迹象。我没有让你碰过这些花吧？我刚睡醒还有点懵。没有，是我自己想种的。你那些破花能不能栽远点？我怔愣地看着他，他还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我默不作声地走到那些花面前，伸手把向日葵扯了出来。行了，不要挡着我的花晒太阳就行。早上空腹的时候我胃总会痛。我捂着胃走了回去，想去厨房做点吃的。他伸手拉住我，又吃坏肚子了。你一天那么抠搜干嘛呀？家里买不起新鲜菜吗？何旭，你可以跟我好好说话吗？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是心更痛还是胃更痛了。我上班去了，没工夫跟你瞎扯。他又走了，每次他回来都免不了和我争吵一顿。晚上泡澡的时候，不经意间我摸到自己脚踝的疤痕，不知不觉都已经7年了。我还是想和他留下点什么回忆。我再次低声下气地邀请他陪我逛一次商场。不想去，我没你那么闲。你要是和我去，我答应你一个要求。你能实现我什么愿望？和我离婚吗？我抓着电话默不作声。他低笑一声，行。我拉着他去看电影，虽然他全程盯着手机在回消息，但是我第一次有了和他结婚的真实感。路过娃娃机，我想抓娃娃，他就站旁边看着。我抓了很多次都没抓起来，他看不下去了，帮我抓了一个。我拿到娃娃，差点没克制住的跳起来。一个娃娃而已，我要去买衣服，他就坐外面等我。这件好看吗？这件呢？都差不多。这个呢？差不多得了。我还有几个公司件要看。果然，同样的经历，不同的人，体验是不同的。不过，何旭第一次和我一起回家，当晚他在书房睡下了。把这个扔出去，听见有人在说话。我穿着外套走了出去，看到有2个人抬着我的自行车准备扔掉。等等，那个不能扔。何旭和搬东西的2人闻声齐齐向我看过来。何旭没让他们停下，这车破成这样了，放着碍眼。你要喜欢，我再给你买一辆。
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珍藏了10多年的自行车就这么扔进了垃圾箱。何旭，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？我扔的垃圾都要问你呀？你真把自己当垃圾回收站站长了。我第一回这么生他的气，我转身上楼收拾东西，一气之下我回了何秋明和我妈住的家。我妈还数落了我一顿，不过她马上就笑嘻嘻地跟我说她有个计划。当晚，何旭带着一身怨气回了旧宅。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的，来，你俩喝杯酒，咱都不生气了。我妈让我把何旭扶回房间的时候，我才感觉到何旭身上烫很不正常。他意识模糊，满脸潮红。我妈竟然给他下药了。我把房门锁上，扶他到床上休息，拿冷水浸湿的毛巾给他物理降温。他抓住我的手腕，冉冉宝贝，我想你。我苦笑，他从来对我都毫无防备，也毫不避讳他对我的厌恶。他突然坐起来，翻身把我压在身下，以吻峰肩。我挣扎了很久，脖子被他留下点点红痕，他终于疲软地倒下。我拿毛巾给他擦了一夜的汗，直到4点我才趴在床沿边沉沉睡去。睡梦中我被人狠狠推了一把，脸贴着冰凉的地板，我才惊醒过来。你果然跟你妈一样下贱！我拢了拢昨晚被他弄乱还没来得及整理的衣服。我没有。他扯着我的衣领把我拽起来，你脖子上的痕迹是怎么弄的？敢给我下药，是你长本事了还是我低估你了？为了得到我家的钱，你和你妈真是费尽心思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何家就是绝后，我也不会和你生孩子。这次风波以后，何旭再也没回过家，直到我妈出车祸。那天下了很大的暴雨，夹杂着冰雹，路上基本没车，我只能打电话给何旭。电话响了40多秒他才接。干嘛？我抑制不住哭腔。何旭，我求求你，我妈出车祸了，在医院，你能不能来接我？他犹豫了一下，但是电话那头突然响起一个女声：何总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这些工作可以之后再做吗？是李思冉，她毕业以后被何旭带到何氏集团做文书翻译工作，是何旭不让我参与的工作。怎么不舒服？要去医院看看吗？李思冉嗯了一声。何旭回了我一句：你自己打车去。他挂了电话。我飞奔出门，路上伞直接被砸坏，冰雹砸在我身上、头上，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，因为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的碎裂。宋喜，你先去处理一下伤口。我不知道我的脸已经被碎冰划出了伤口，血都凝固了。不，我妈出车祸了，在急救，我先去看看她。我和方寻站在急救室门口，他找来医药箱给我清理伤口。何旭这个时候过来了，我第一反应是远离方寻，结果他把我拉了回去。别动！何旭冷着脸过来，我看你挺有雅兴。何旭，你要是不会为人夫，需不需要我教你？我没有精力听他们吵。摇摇头，推开方寻，坐到椅子上。何旭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，手机给我。我不明所以，还是解了锁递给他。可以呀，我还不知道，你早就给我戴了顶又大又绿的帽子啊。他把手机扔给我。界面停在我和方寻的聊天记录上，他压根都没仔细看内容。所以我说，要不要我教你怎么为人丈夫？你连自己的妻子有慢性胃炎都不知道，也从来没关心过她的饮食健康，现在更是连聊天内容都没仔细看过，就开始胡乱攀咬。到底谁戴谁绿帽子？你自己清楚。他俩还准备接着吵，急救室的灯灭了，我连忙过去。医生，我妈妈怎么样了？脑部受到严重撞击，玻璃扎进头皮，钢筋贯穿心脏，抢救无效，请节哀。我一个踉跄跌坐到地上。宋喜，你节哀，要不要进去看看你妈妈？我摇摇头，其实我对我妈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亲情，只是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，这么多年的依赖找不到寄托了。我眼睛模糊一片，分不清是血还是泪。我抓住了何旭的手。何旭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可以不要再那么恨我了吗？他到现在还是要甩开我的手。你和你妈一样，都是靠手段上位、见不得光的艳俗之人，你们永远都不配得到真爱。我撕你妈的何旭！方寻把何旭狠狠摁在地上揍了一顿，我自己一个人站起来走了。我回到家，面对着空无一人的黑暗，明明已经习惯了，我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。等哭累了，我开始收拾行李、订机票、拟离婚协议、签字、离开。原来从不舍到割舍这么容易，短短1个晚上，我就打算放弃这8年来对何旭的喜欢了。我担心何旭晚上会回家，所以我打算连夜离开。
走之前，我打开冰箱，拿所有新鲜的食材给他做了12道菜，这是这1年来我每个月学会的所有菜式。你会给我打电话，我还蛮意外的。我和方寻坐在热气球上，看着下面大片大片的花海。你不是正好要出国深造吗？你放下了吗？我撩了撩凌乱的头发，放下什么？我都离婚了。你变了，你终于像你自己了。我拍了他一下。方寻不知道我出国是为了做心理干预。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，加上整宿的睡不着，有一点动静我就会惊醒，我很没有安全感。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说，何旭不是你的良配。我知道啊，我也没想过能和他结婚。那你要考虑一下我吗？对不起，方寻，你值得更好的人，而不是我这个随时会消失的人。哈哈，也是，刚离婚，得给你点空间和时间。玩了好几天，我才终于回到酒店休整。我把手机开机，好几条信息、电话、微信占满屏幕。何旭终于肯主动找我了。我接了电话，在哪？别闹，回家。回哪呀？何旭，我没有家了，我没同意离婚。无所谓了，你从来也没承认过我们结过婚，不是吗？宋喜，欲擒故纵那套对我没用，没用就没用吧，我也算是兑现承诺了。你说的是那次你让我陪你逛商场，你都知道了。所以我也想感受一次，可惜我没那个福气。宋喜，我知道这1年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你却一次也没给过我。我累了，挂了，别再打来了，我真的累了，再也走不动了。你确定要终止心理干预吗？你现在的状态，我不建议你吃药。谢谢医生，我不打算治疗了，剩下的就让时间来治愈吧。这段时间谢谢您了。我跟方寻说，我想去体验一下极限运动，他说他想陪我，我拒绝了。穿上了跳伞装备，签了生死协议，至此我把生命交给大自然。教练很认真地教我每一个步骤，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准备好了吗？跳！我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，疾风刮得脸疼，比碎冰划脸还疼。我挺恐高的，但我努力张开双臂，身后的喊声我一句也没听清。他们在喊我开伞，我没打开，直到撕心裂肺的疼痛撞碎我的四肢百骸，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宋喜，你这失败的一生终于结束了。郑文完番外一，何旭视角，我妈是因为我爸出轨郁郁而终的。他刚走不久，我爸把罪魁祸首接进了家，我恨透了宋小雪，连带着那个宋喜我也讨厌。土里土气，整个学校都没几个人喜欢他，也就冉冉心地善良。我很喜欢冉冉，从高一入学就喜欢了，他也喜欢我，我一直以为我们会在一起。没想到同样的招数，宋小雪使了第2次，我爸把我的头摁在我妈的墓前，逼着我答应和宋喜结婚。真他妈疯了！他妈还设计我，给我下药，想让我和宋喜发生关系。其实我知道宋喜什么也没做，反而照顾了我一夜，但我还是很生气，他和他妈合起伙来算计我。其实宋喜没有他妈那么多事，他不会烦我，但我懒得搭理他。我记得他只求过我3次，一次是和他一起回老宅吃饭，当时他冲我笑，和冉冉好像，我没忍住答应了。第2次他让我陪他逛街，还答应我离婚。他让我陪他看电影、抓娃娃、试衣服，我隐约感觉不对劲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最后一次他在电话里哭，求我送他去医院看他妈妈。我想答应的，但是冉冉说她不舒服，我也没想到雨那么大，还有冰雹。看到方寻在给他清理伤口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被绿了，翻了他的手机聊天记录，他果然每天都在和方寻聊天。我和方寻打了一架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。方寻拽着我的衣领骂我，你还是人吗？你知道宋喜多喜欢你吗？你这种烂人才不配真爱，你凭什么呀？你不喜欢宋喜，你给我呀。你不疼他，我来疼。我在酒吧喝了一宿的酒，第2天回到家就闻到一股食物的馊味。宋喜给我做了一桌子的菜，全馊了，馊味比那次他吃的还大。但我还是每道菜都吃了，吃着吃着我竟然流泪了。不知道那天宋喜一直等我回家吃饭的时候在想什么呢？这些菜他来回热了多少遍？原来那次他不是肚子痛，而是吃坏东西激发了慢性胃炎，他一个人去了医院。宋喜走了，留下了一份离婚协议。
我才发现和他结婚这1年来，我们什么都没留下。他完完全全消失了，没有一点痕迹，电话也关机。门口留下了一束彼岸花，象征着宋喜绝望的爱。我每天都在给他打电话，终于能感受到他那种无助和孤独感了。我坚持了1个周，他终于接了，但是他拒绝和我复合，他说他累了。我没想到，那是他和我的最后1通电话。方寻给我打电话，说宋喜跳伞身亡。我不信，连夜订了飞机飞了过去。宋喜盖着白布，躺在停尸房。方寻让我别掀白布，宋喜的惨样连医护人员都看不下去。我掀开了，宋喜生前是个很好看的女孩，但是她却死得这样难看。我注意到她脚踝有一条陈旧的疤痕，我突然回想起和她初见时我砸碎的花瓶，当时碎片好像腾起来滑到了她的脚踝。停尸房好冷，我想抱她回家。方寻抓着我的衣领，实打实的一拳一拳砸在我身上，我一点也不想还手。何旭，你活该的。你们在一起整整1年，每个月宋喜都会学一道新菜，他走的时候给你做了12道菜，每一道都是他反复钻研了1个月才敢做给你吃。何旭，我诅咒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往后永远都找不到真爱，你不配。最后方寻把一个布娃娃扔在我身上，那是去商场我给宋喜抓的。被你当成破烂的东西，是宋喜这段暗淡无光生活里唯一的宝贝。宋喜的遗体在国外火化，我抱着骨灰盒回了国。我把骨灰盒放在了副驾，手机收到了条推送，鲍华义杰出同声翻译宋喜一国跳伞身亡，生死协议内容流出，遗言仅1句英文，却让无数人落泪。那句话是 A true love is not indulgence but letting go。 我回到家，曾经茁壮成长的向日葵垂下了头，无论我怎么浇水，它都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那些向日葵曾顽强地向阳而生，像极了努力生活的宋喜，如今他走了，他们都枯萎了。我把宋喜的微信置顶，我每天都会给他发数十条微信。早安，我亲爱的老婆，今天阳光很温暖，我陪你一起晒回太阳。我又买了新的向日葵，种满了花园，可能我好笨啊，养不好它们，还是得你来。晚安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一有空就会去墓园陪宋喜，他生前在学术界造诣很深，很多人来他墓前悼念，我自作主张提了个墓志铭，纪念我的亡妻宋喜。下辈子好好爱你。不称职的丈夫。何旭。方寻说的对，我不配得到真爱，因为真心爱我的已经纵深山河了。